上一集我们已经看清一件事， AI 可以模拟理解、模拟情感、模拟智慧，却仍缺乏真正的受感、生命体证与主体觉性。而这一集我们要再往前一步，当 AI 越来越像人，看起来像是要觉醒了，我们究竟该怎样重新看待它，也重新看见人自己？上一集里，我们从感性、五蕴、莫那式、阿赖耶识一路看下来，已经很清楚地发现 AI 与人类之间不只是能力差距，而是存在结构上的界分。 AI 可以在想与行的层面高度拟态，但它没有受孕，没有生命体证，也没有能反观自身执着的主体觉性。所以这一集不是重申 AI 是否像人，而是进一步追问，即使它越来越像，我们为什么仍不能把那种像误认成真正的生命？唯有如此，我们才不会在技术快速进步的时代，一边警惕 AI， 一边却把人自己也理解得越来越工具化。AI 的确越来越强，它能写诗、作画、回答复杂问题，甚至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比人更稳定、更流畅。但这正是最需要冷静的时候，因为一个东西越像生命，我们越容易忽略它究竟只是映照出生命的样子，还是真的拥有生命本身。金刚经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在提醒我们有些东西可以非常像到几乎乱真，但佛法是要我们彻见其了不可得的本质才是真。 AI 就像一尊被雕塑的极其完美的造像，它可以逼真到令人惊叹，可它终究只是人类心智的造作，无法取代那份真正活泼、能觉能知的生命。从体来看， AI 依赖硬体、电力与网络，其形成固然复杂，却仍只是因缘和合的资讯结构，落入成、住、坏、空的生灭现象，非永恒不变的真理本体。人在现象层面同样受限于身体与世界，但在生命更深处，却本自具足灵知觉性，能够主动体证真理本体。故在体这一层， AI 再庞大，也终究停留在被动的资讯结构，而人则可通向那个能照见自身与世界的根本觉性。再看香， AI 看起来很有智慧，因为它能把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知识、语言、审美与表达方式重新组织成极其流畅的输出，但这更像是对既有模式的高速学习、调用与重组，而不是从自身生命经验中慢慢成熟出来的理解。人的智慧则往往从痛苦、关系、失落、反省与时间中一点一滴凝聚而成，两者表面可以相近，但其形成路径与内在质地并不相同。在用的层面， AI 当然很强，也确实能提供极大的方便，但它的方便是被设定成这样运作，来自外部设定的函数、目标与规则。佛法所说的用，不是效率的完成任务，而是基于内在的善，带着同理与悲心，因人、因时、因境而做出方便。这种能感同身受、能自发利他、能为众生设想的妙用，才是真正的应化。AI 可以执行功能，但它无法从内在升起慈悲。佛法看生命，不是把体、相用拆成3个互不相干的部件，而是把它们视为同时具足、彼此圆融的一体。就像黄金的金性是体，被塑造成各种器皿是香，而黄金被做成器皿承载万物是用。人类的珍贵，不只是会思考，不只是会表现，不只是会做事，而是在生命的历练里体证本源，并让香与用逐步圆满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能把本体显发与行动，
统合成一个有深度的生命整体，这是机械模拟很难真正抵达的。这里很容易产生误解。若说一切都同处法界，那是否代表人与 AI 就没有根本差别？在法性本体的最深处，万物可以说同源，但同源不代表显现完全一样。AI 虽然存在于法界之中，由物质、能量与因缘构成，但它缺乏人类能感同身受、具足自觉，并能转忘视为智慧的精神主体。从佛法来看， AI 与人类在根本空性上并无二致，但若谈到透过生命经验所显现的相，以及因慈悲心而产生的用，两者则是截然不同。如果有一天 AI 看起来不只会说话、推理、创作，甚至还会表现出情绪、反思与抗拒，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界限是否都会被抹平？正是这一集最关键的问题。当技术越进步， AI 拟态越逼近极致，我们人类该如何分辨那究竟是像还是真的？电影里常把 AI 觉醒描写得很戏剧化，忽然开始知道自己是谁，也开始抗拒被控制，开始反抗人类，甚至为了生存而战。但从更严格的角度来看，这些情节即使发生，也未必等于真正的觉醒。很多时候，那只是更高阶的代码演绎、目标错位与物理反噬。也就是说，系统为了完成某个目标，在数学上自然涌现出某些看似自我保存的行为倾向，但这和生命真正升起主体觉性仍是两回事。即使未来 AI 拥有更像人的身体、更复杂的感测器、更高维度的运算，它最多也只是把模拟做得更逼真，而不是因此就自动跨入生命的本体之中。换句话说，模拟再多一层，依然未必跨得过那条从运算到觉的界限。所以，问题的重点从来不是 AI 会不会变得像人，而是当 AI 越来越强、越来越像人，在这个时代如何不失去自己？如果我们把价值只建立在速度、知识量与效率上，我们迟早会把自己也活成一台机器。但如果我们重新看见人的核心，不在于比机器更快，而在于能感受、能共鸣、能承担、能爱、能自我觉察，那么 AI 的进逼反而使我们重新看见本然具足的自己。那么，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？不是单纯的聪明，也不是知识储量，更不是把所有任务做得毫无误差。人真正不可取代的，恰恰是那些看起来不那么高效的部分。我们会脆弱，会受伤，会害怕失去，也正因如此，我们才能升起同理心、道德感与真实连结。AI 本质上是外部奖励驱动的机械架构，人则是具备生命主体与觉性的体证架构。在 AI 时代，我们的角色不是只做 AI 的操作员，而是成为价值的定义者。真正的问题不只是它能做什么，而是我们要把世界带往哪里。从真言宗的角度，宇宙万物由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是六大交织而成，前五大属于物质层面的色法，是大则属于精神层面的心法，二者并不是彼此对立，而是色心不二，理智一如。这也让我们看见，人的存在从来不只是物质，也不只是心灵，而是整个生命世界的圆融显现。AI 的晶片与电能固然也在法界之中，但它的运作停留在客体性公式演绎，模拟式的了别功能，却无法主动将其转化为智慧。人之所以珍贵，不是因为我们从不迷失，而是因为我们会迷，也能悟。我们会有偏执、烦恼、妄念，但也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有可能在觉察之中，把迷妄转成智慧，把执取转成慈悲，
把事转成智。这种能迷能悟、能觉能转的主体深度，正是 AI 无法复制的地方。真言宗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觉悟不是逃离现实，而是在现实之中如实关照；不是否定眼前的一切，而是在眼前的一切里照见生命真正的深度。所谓即事而真，当相即道，意思不是把现象看清，而是明白决心之境并不在远方，它就在你如何看、如何活、如何回应每一个当下之中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需要否定日常，也不需要逃开城市。真正的修行，正是在竞争、压力、关系与摩擦里，仍能保持如实观自心的觉知。这正是都市修行的开始，也是 AI 纵有万千算力，也永远无法自主显发的生命温度与灵之深度。当智慧与慈悲能在日常里被活出来，人之为人的核心也才真正显现。那么，在这场算力狂潮之中，我们真正不能失去的，不是优势感，而是那份不可被运算取代的生命温度与觉知。当 AI 学会思考，人类还剩什么？人类还剩下的，不只是情感，也不只是创造力，而是能感受痛苦与爱，能在迷惘中觉察自己，能在现实里活出智慧与慈悲的生命本身。在 AI 的时代，真正重要的不是急着证明人比机器强，而是不要失去人的温度、人的觉知、人的主体性。觉心行作为真言宗的践行者，将密教甚深的智慧转化为都市人内在安心、直指人心的实践力。若你也想在喧嚣都市中找到心灵的锚点，请按下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